大家好，我是 Benjamin，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是我第一次上镜拍视频，有点紧张跟有点不自信，但还是鼓起勇气想尝试一下。希望给大家分享一些有用的内容。不管你是个人创业者还是公司运营，用 Figma 设计的网页还得找前端工程师，结果前端可能一堆细节都对不上，沟通成本直接拉满了。而现在用 Agent 一键就能把 Figma 设计稿生成真实的网页，亦或是你想开始体验，光是前期选址就要花上好几个月的时间，费时费力还不一定选得准。而现在用 Agent 几分钟之内就可以为你生成一份专业而且精准的选址报告，这一切都可以在国产软件 Tree 中实现。我们通过今天这一个视频的讲解和实操来掌握 Tree 的用法。开始还是老习惯，把这款软件的方方面面介绍清楚。已经掌握的朋友可以跳过这一部分。首先是 Tree 的安装。Tree 目前有两个版本，国内版和国际版。国内版和国际版的第一个主要区别在于，国际版内置了 GPT-4o、Cloud 3.5 Sonnet、Gemini 2.5 Pro 等模型，而国内版搭载了豆包 1.5 Pro 以及满血版的 DeepSeek R1 V3 模型，但也可以通过 OpenRouter 来使用 GPT-4o、Gemini 这一类海外大模型，但需要注意的是有 API 费用的产生。第二个区别在于收费不同，目前国内版完全免费，而国际版在5月27日推出了 Pro 版付费方案，首月3美元，后续每月10美元。如果想免费使用国际版，就只有一个方法，等。排队时间太长会影响我们的效率，还不如使用国内版。下载和安装很简单，点击下载，点击下一步，下一步安装就可以。安装完成后运行 Tree。进入 Tree， 我们在刚开始使用 Tree 之前，要在本地创建一个本地项目文件夹，在文件选项中选择打开文件夹。经过这一步设置完成后，我们就能看到这个界面。经常使用科特的朋友会不会感觉很熟悉？界面一共分为左、中、右3栏，左侧部分是一些快捷选项。第一个文件夹图标是资源管理器，用于管理项目文件和文件夹，可以新建、删除、移动、打开文件、拆开项目结构。第二个放大镜图标是搜索，支持全局搜索，输入关键词可以定位项目里的文本、代码片段，比如找特定函数、变量定义都很方便。第三个分支图标是源代码管理器，对接 Git 等版本控制系统，能提交代码、创建分支、合并代码、查看提交历史。团队协作开发时，管理代码版本非常方便。第四个类似眼镜的图标是预览功能，涉及网页和文档类的开发，点击它可以快速预览本地代码运行的效果。第五个类似虫子的图标是调试功能，用于代码调试。程序哪里出了 bug 就要靠它。第六个是 SH 连接，可以远程连接服务器，直接在 Tree 里又可以操作远程主机文件，比如开发部署在云服务器的项目，不需要额外工具就能实现。第七个是插件市场，它可以扩展各类扩展工具，扩展了 Tree 的功能。中间区域就是代码编辑模块。右侧是与大模型交互的区域，这一部分一共有5个重要的功能，依次是智能体、CP、上下文、规则和模型。我们依次来介绍一下。在模型选项中，我们可以对大模型进行配置。在对话框中，我们和大模型可以进行对话，我们问它来回答。而规则则是包括了个人规则和项目规则。规则主要是从整体上约束 AI 的行为和输出风格，让 AI 的输出更符合我们的个人的个性化要求和项目的特定规范。个人规则是基于我们自己的习惯和需求为 AI 定制，在所有项目中生效。而项目规则则是针对特定项目，只能在这个项目中生效。还有一个 Tree 很重要的功能是上下文，它能够在我们与 AI 交互时提供给 AI 各种背景信息，和 DeFi 中的知识库一样，让 AI 对提供的各种信息进行检索。可提供的信息类型有代码片段、单个文件、文件夹、文档、工作空间以及网页。其中 Doc 中我们可以添加在线文档和本地文档，而 Workplace 就是让 AI 能连接我们正在开发的项目环境，它会自动去抓取项目里面的文件结构，挑一些和当前项目相关的内容，以便给我们更贴合项目实际的建议。而 Web 则是对网页进行检索，如果选中 Web 发送我们的问题， AI 会进行全网搜索，当然也可以输入具体的某个网址进行搜索。之前未更新版本的 Tree 主要通过 Client 来使用 MCP， 现在更新的 Tree 则加上了 MCP， 这一点确实很赞。通过添加，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内置的 MCP 市场，前面4个是已经默认配置好的 MCP 工具，其他 MCP 工具可以直接跳转到相对应的 GitHub 页面，把 JSON 文件直接复制粘贴到输入框中。对于 MCP 市场以外的工具，就需要从手工配置。MCP 很好理解，就像之前的手机有安卓的 Micro USB 接口，苹果的 Lightning 接口，现在都被统一的 Type-C 接口代替。MCP 就是 AI 世界的 Type-C 接口，它为不同的 AI 模型提供了统一的外部工具和数据访问接口。在智能体中，我们看到
到有自定智能体和内置智能体。内置智能体有 Builder 和 Builder with MCP。Builder 本来就是一个很强大的编程助手，能够基于大模型来调用 Training 的各种工具来解决问题。Training 的工具主要有文件系统、终端、联网搜索和预览。那 Builder with MCP 就是这个很厉害的编程助手，能够通过 MCP 调用外部的各类工具。而更厉害的是自定义 Agent， 我们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需求指定提示词和配置 MCP 工具来定义智能体的人设和技能，完成我们的特定的任务，并将它保存下来，当我们需要的时候直接调用它就可以。根据前面的介绍，接下来我用实际操作展示一下 Tree 的用法，把前面所讲的功能全部实际应用一遍，大家可以跟着我实操一下。在项目开始前，需要新建一个文件夹，我们起名叫 Web Page， 用来保存代码。首先使用 Builder， 输入提示词，帮我写一个消消乐小游戏，元素使用不同水果代替，并用各自容器承载。这个游戏需要使用 HTML 实现。完成后，将所有的 CSS 和 HTML 以及 JS 都封装在一个 HTML 里。可以看到网页已经创建好了，我们点击预览，可以看到游戏可以正常运行，但是还是有一点小瑕疵。我们再输入提示词，请升级一下 UI 界面，使其更美观，添加游戏开始和最高分记录按钮。开始游戏，感觉很不错，比上次要好很多。我们只通过一条指令就创建了一个游戏网页。我们再使用 Build with MCP， 看看加入一个外部 MCP 工具它能做什么。要开发一个功能齐全的网站，需要有多个角色一起协作开发，要有产品经理、输出页面规划、UI UX 设计师、输出页面结构建议、前端开发人员、生成 HTML 和 CSS 页面代码、后端开发人员、创建表单处理接口。对于一些中小项目，前面两步我通常都会在 Figma 中完成，后续我会推出 Figma 教程。今天我们利用 Figma MCP 工具将我们的 Figma 设计稿转换成前端代码并生成网页，以便后续的部署。我们在 Tree 自带的 MCP 工具中找到 Figma AI Bridge， 但是安装之前我们需要安装 Node.js 环境。我们前往官网，点击下载，这里推荐下载 LTS 版本，就是长期支持版本，以保证我们的兼容性和稳定性。点击下载，运行。点击下一步，这里一定要选 Add to Path， 就是添加到环境变量，这样可以在命令行中直接使用 Node 和 npx 命令。这里点击下一步就好。我已经安装了，所以就不再重复安装了。完成安装后，记得要在终端输入以下命令，显示版本号，就说明我们已安装成功。接下来是配置 Figma AI Bridge， 需要在输入框中输入 Token。我们来到 Figma 的主页，点击头像。选择 Settings， 找到 Security 这一栏，在中间的位置选择 Generate New Token， 在这里我们选入 Token 的名字，这里选择有效期，并打开所有的权限。Generate Token， 在输入框中粘贴我们复制好的 Token， 点击确认。可以看到我们的 Figma AI Bridge 就已经配置好了。回到 Figma 页面中，选中我们的设计稿。单击右键 Copy as Copy Link to Selection， 复制我们设计稿链接。注意，很多新手朋友最后没有运行成功，是因为这里新建文件类型选择了 Slides， 要选择 Design 文件类型 Tree 才能成功读取。我们为了不排队，继续选择 Gemini 2.5 Flash， 复制粘贴进我们刚才的设计稿链接。输入提示词，请按照 Figma 链接内容生成 HTML 前端代码，严格还原设计稿，视觉效果与设计稿保持高度一致，禁止对设计内容进行任何私自修改。Builder 开始工作了，点击运行。可以看到它已经为我们生成了一个网页页面，全部接收。我们预览看一下，我们直接在浏览器中打开，可以对比看一下，还原度很高。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用这些代码去部署页面。我们最后创建一个自定义 agent， 一共就分为两步。首先第一步就是要配置 MCP 工具。这次我们需要接入的是高德地图的 API， 默认的 MCP 工具市场中没有高德地图，所以需要我们手工配置。我们先获得高德地图的 API key， 来到高德地图的控制台主页，添加 key 的名称，服务平台选择 Web 服务。保存好这个 key， 我们来到网站 MCDSO， 这是一个 MCP 工具的集成网站，搜索 AMAP， 找到高德地图官方 MCP 工具，复制配置的 JSON， 在文本框中输入这段 JSON，
并输入之前的 API key， 点击确认，我们就配置成功了。展开这个 MCP 工具，还可以发现它有很多功能。网上有很多教程基于高德地图的 API 制作出天气助手 Agent、旅游路线规划 Agent 等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试一试。第二步，我们创建自定义 Agent， 名称为店铺选址专家。老习惯，头像还是用豆包生成。在这里输入提示词，提示词大家这里别想着有多难，很简单，就是这个 Agent 工作岗位的岗位说明书。当然，提示词中我提供的信息和 Agent 需要完成的任务，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修改。添加需要用到的 MCP 工具，创建，立即使用。在输入框中输入我们的具体要求。它开始工作了，点击运行，它开始调用高德地图的 API。生成的网页我们进行预览，可以看到它把真实的选址位置全部排列了出来，并给出了综合分数。我们在浏览器中打开，可以为我们省去很多大量去调研的时间。好的，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会把视频中提及的网站网址还有提示词都放在视频下方。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见。